刷新率了。好，把机器关机。大家好，我是小邱，欢迎收看本期视频。这一期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新款的华硕天选3的拆机。那会儿呢，天选1在当年那会儿，它性价比真的相当可以。当时2060那会儿，普遍呢，随便拉一个机子都是卖7、8千块钱。然后它首发 AMD 加上2060呢，它只卖好像是6499还是多少，还是6699，我记不得了。那个性价比真的是爆棚。然后天选2代的话，那一会儿拯救者已经出来了嘛，拯救者的独显直连那个时候真的是做的风生水起，然后整个调教也是比较刚的。然后天选2的时候呢，就没有独显直连，所以就比较难受吧。它不光是天选2没有独显直连，我记得那一年的 ROG， 我不能以偏概全啊，就是我知道的 ROG 的机型那一年呢是没有独显直连的。然后到今年的天选3，天选3这个机子我也刚才简单的拆开练过手了。这个机子呢，它不光带了独显直连，它的模具呢也优化了一下。另外就是这个机子我试了一下它的外放，这个外放效果还可以，总体跟原来的机型变化不是很大，就是把细节优化了一下。不过给我的感觉，今年这个机子卖贵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好的，关于机器的话，评测之类的大家就已经看得差不多了。一会儿咱就简单说一下这个机器自己拆机升级内存硬盘，还有这个清灰维护的话怎么处理。另外它的网卡是联发科的 MT7921，这个卡的话大家也都知道，可能不是太好吧。等一会儿拆机升级的时候，我再讲一下这个网卡部分的升级。天气比较冷，大家拆机的时候如果有条件，都带一个这个防静电的手环。我那个高配的拆机套餐都是有带的。如果说你实在没条件，你就买一套这种防静电的手套戴一下，也比你全部裸奔好。那如果说大家手里面刚好有机器需要拆机升级或者清灰的话，都可以来小邱的小店来看一下。小邱的店里分别上架了高中低配的拆机升级以及清灰的套餐，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选择。淘宝搜索小邱搞机或者小邱的小店可以找到我。那在开拆之前，大家看一下这个拆机的注意事项。天选3这个机器，它的螺丝的布局也稍微有了一丁点的变化，跟原来的不一样。右下角这个位置还是一个防脱的螺丝，就是只能拧松。这两个是长螺丝，这一个是短螺丝，这一个是只能拧松的。我们先把这两个长螺丝给拆下来。螺丝的话不知道顺序，你就放到这个高配给你的磁吸板上面，这个可以吸住这个螺丝。比如说我把长的放到这里，然后这个角呢是短的，放到这里。然后其他所有的位置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把它拆下来。好，螺丝都拆下来之后呢，最后再把这个就是防脱的螺丝给它拧松，这个是只拧松就可以了啊，不用完全拆掉。接下来咱开始拆后盖。拆后盖的话，这个机器不能从这边开始滑，因为我试了一下，如果从这下面直接滑卡扣的话，比较难操作。不好滑了，咱从哪里弄呢？从这个位置，从这个转轴这里把这里的卡扣搞开。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操作确实不太好操作的。好，这里开一点了。然后用三角片再搞过来，开了，再来，好，这里也开了，然后从这下面卡扣弄开，再开始滑这边，好，然后把机器再竖起来，再尝试一下从这边往下滑。机器我试了好几下，没有特别好的办法，然后这里开了一点嘛，看，好了，也就是从这边上往下这样拆会稍微好拆一点，从下面往上是不是很好拆的？然后接下来把机器转过来，这里的卡扣我不知道有没有完全开，再来一下。好，应该是开了。然后我们抠一下这边转轴这里的壳，看这里能不能抠开一点。好，看吗？这里开一点，然后用三角片往下走。好，走到这里了。好。接下来尝试拿一下这个壳，这个下面这个卡扣卡的是比较紧的啊，不要硬掰，往上拿壳，好了，掉了，看到了吧？从这里螺丝拧开之后，我们从这里划开，然后再往下滑，最后再拿起来。这个目前我拆了2次，差不多我感觉就这样稍微好拆一点。后盖的话是一个全塑料的材质，还是没有这个防尘网的。那拆掉这个后盖，大家看到这个味道是不是还是很熟悉？对，还是堡垒跟天选的那个味儿。那拆掉后盖第一件事，咱先把这个电池的插头给拔掉。电池呢又换成了跟 ROG 类似的那种电池，先把这个塑料的片儿给撕下来，因为有点碍事。然后注意啊，把这个银色的铁片往前推一点，然后把这个插头往上挑，下来了。然后我们按几下开机键，把主板的静电放掉。好，那简单看一下机器的内部结构。
这个机器还是采用这个双风扇的散热，模具的话跟原来的是没有太大区别的，不过这个铜管明显是多了一点，然后显存这边是直接覆盖了，所以说这个散热上是有加强的。这边呢是它的主硬盘位，这边呢给了一个 M2 固态硬盘可以扩展的这个位儿。这里呢是2个内存的插槽，我买的这个是低配版啊，这个是3050显卡的，那个高配的话我没有看过它的散热，我不知道到底差多少。它的网卡还是在这个固态下面，我估计这个网卡的温度不会好到哪去的。那接下来咱就看一下这个机器自己到手升级吧，主要其实还是升级一下这个固态硬盘。固态的话它预留的有螺丝，那咱先把这个螺丝给拧下来。注意啊，它这个螺丝原装呢拧的是有点紧的，我这一次拧的轻松是因为我刚才拆开链手的时候把这玩意拆了一遍了。把螺丝拧掉之后呢，这个固态这样斜着插到底，然后用一个手压住，再把这个螺丝拧上去，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散热贴给它贴上，先把这一面的保护膜撕掉，全覆盖这个颗粒，然后再把这边的膜给撕下来。你在撕掉第2边的膜的时候，先这样简单压一下，不然的话它会掉。好，这样就可以了。这边是它原装的固态硬盘，咱也拆掉看一下吧。先把这个螺丝拧下来，按照固态螺丝拧下来，口香糖给它拔掉，它这个固态就这样起来了。然后咱再把固态硬盘拔掉。它这个固态硬盘上贴了一个这个石墨的散热贴，比较薄。这是它原装的固态硬盘。然后这个下面就是它的无线网卡，这个无线网卡你换的话，你要把这个排线给拆掉。你要不拆排线的话，还是换不了。那我就说一下这个排线怎么拆吧。它是2个接口啊，这个。你把这个接口呢，它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式啊，翻折式，我自己给它起个名叫翻折式好了，这样翻起来，好，然后把排线抽出来，你这样换的话其实也不好换，把这个排线直接拆掉吧。这边一个呢也翻起来，好了，把排线拔掉，放在这边。网卡的话，先把天线拿掉吧，因为它这个网卡是接近平着插的，不是很好拆。拔掉天线，直接往上提。掉1个，掉2个，然后我们直接按住网卡，把这个螺丝拧下来，然后把网卡呢这样抬起来一点，用这个手往这边顶，好了，网卡掉了。那假如说你对这个网卡比较不满意，使用起来你感觉卡顿干嘛的，那你就换个网卡。换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大概都接近平着了吧，插到接口里面，插到底，用力往里推，推到底，好，然后这网卡都直接平了，都不用管了。再把网卡的螺丝拧回去。然后我们找个镊子吧，这个天线可能不是太好弄。镊子的话，套餐送了你一个普通的这种金属的镊子，因为我要经常搞一些小玩意儿，所以我使用的是这个陶瓷镊子。然后我们把这个天线呢接回去，直接往下按就可以了啊。好一个，再把这个按下去。好，第2个也好了，它这个没有做一个那种小铁片压住的，就比较蛋疼了。然后的话才能装排线，你要记住这个顺序啊，先装网卡，然后装天线，装了天线之后装排线。把这个卡扣呢给解锁，排线插到底，放到最里面，然后压下来锁定。再把这边一个呢也要抠起来解锁，然后再把排线放到里面，看到了吗？然后再压下去锁定，好，这样才可以。那固态的话我等一会儿再装啊，现在就先不装了。然后再演示一下这个机器的内存里的更换啊，这个内存的话也是掰住2边的耳朵往外，好，直接弹开，然后再掰住这边一个耳朵。2边一起往外，好，也弹开了。这个内存的话，看了一下，刚才我把这个纸给撕下来了，我再撕一下吧，这边撕好了。这个内存是一个三星的4BG 的啊，8G 4BG 的这个内存。不过这个机器它带有独显直连，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很大。然后我们安装的时候呢，也是这样斜着插到底，这样是反的，看到了吗？它的口槽在这里，你要这样反过来，对准接口，斜着插到底，压下去，扣住。这边呢要正的装，斜着插到底，压下去，那这样内存就装好了。接下来咱把它原装的固态给装上，因为等一下清灰也不需要管它这个固态的事。这个固态呢，你要先把口香糖给套上去。这个固态的话，我们先套一半口香糖好了，先这样斜着插到底，好，然后把口香糖推过来，压下去，再把固态的螺丝给拧回去，注意拧回去不要压到口香糖。好。这样的话，它的内存跟硬盘的拆装升级到这里就完成了。我把我自己加的这个固态跟这个散热贴拆下来，一会儿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机器的清灰部分。好，这个机器呢，假如说你使用的时间不是很久，看到后盖这里有灰了，对吧？然后你把后盖拆掉之后呢，电池拔掉，把这里的灰都刷一刷，这里的。
然后把这里的灰尘呢也刷一刷，其他就不要乱动。然后买一个这个压缩气体，或者是这种手动吹气的也可以，把这里的灰尘这样吹出去。这一块如果有点灰，你都可以这样喷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说机器真的使用很久了，你需要大拆掉清理，然后还要换硅脂之类的呢，那就要大拆。那大拆的话，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机器的内部结构啊。机器的话，风扇这边是2个螺丝，然后这边呢是3个螺丝，这里一个，这里一个，这里一个呢，它是散热器一起固定的，所以这个螺丝是必须先拆的。然后的话，散热器是 CPU 跟显卡一边各4个螺丝，那这边是 CPU， 这边是显卡。我们先把风扇上这里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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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一个5个螺丝拆掉。好，拆掉之后呢，我们看一下散热器这边，它这个螺丝是有顺序的，8、7、6、5、4、3、2、1，那咱按照这个倒序，把这个螺丝给全部拆掉。它这个也是采用固定在主板背后的那个支架，不是那个焊接在主板上的螺丝柱，这个安全性要好很多。好，这样散热器的螺丝就拆完了。拆完之后，它这个主板其实没有几个固定螺丝了，你要这样直接硬掀的话，可能会把这个主板给弄断掉。我们从这边上轻轻的抠一下，这样往上抠，看这样，然后把散热器给拿掉。先拿散热器啊，风扇先拿不掉的。这个就是天选3代的一个散热器。还是要注意啊，这一圈呢跟供电上面这个上面呢都是这个液态的导热胶。然后这里呢也是液态导热胶，这2个上面才是硅脂。那换的话不要乱换，先把散热器放这里。接下来讲一下这个机器，你清灰的话清理哪里啊？首先就是风扇这里，它出风口这一块跟叶子这上面这里都是有灰的。它这个风扇呢也是铆钉打死的，没有办法继续清理。如果说你正常拆机清灰，就这样刷一下这里，然后用这个吹灰的把这里的灰尘这样吹掉就可以了。散热器上面主要是它 CPU 是单出风的。我们需要把这里刷一下，显卡呢是后出加侧出，这里跟这里刷掉，然后用这个吹灰的把这里的吹掉就可以了。拆了散热器之后呢，这个硅脂得重新涂，咱先把原来的硅脂给擦掉。擦硅脂我还是使用餐巾纸吧，你也可以使用那个套餐给你的清洁湿巾也可以。好，这主板上面就擦掉了，然后这个掉在主板上的呢，我给它刷到垃圾桶里面。好，接下来把散热器上面呢也擦掉。散热器上面呢，我就不在机器上演示了啊，直接擦到垃圾桶了。好，散热器上面也清理干净了。接下来咱涂一点新的硅脂上去。它这个液态的导热胶这个东西寿命比较长，平时是不用换的，大概用个2年换都没事。显卡给它涂一个小的叉，然后 CPU 也涂一个小的叉。它这个 AMD 的 U 是一个接近正方形的，不算正方形。好。这样硅脂就涂好了。那这里呢，最后再说一下，这里就先演示一下这个风扇怎么拆吧。估计后期可能有老哥风扇挂了，起码他知道怎么换的。风扇插头在这个位置啊，注意这个一圈都是小零件，把风扇插头先轻一点拔掉。好了，这样风扇就可以拆掉。然后你更换的话随意。这边一个也是，轻一点往前。好了，这个风扇也可以拿掉。你清理的话没办法啊，它这种是没有办法拆掉清理的，只能两边都刷一刷，然后吹一吹，把风扇再装回去，然后插回去风扇插头。这边一个也是装回去，对准这个螺丝孔位啊，它螺丝孔位是设定好的，然后把风扇插头插回去。这个插头必须插到底，不然的话这个风扇不识别。硅脂涂好之后呢，咱把散热器再装回去。如果说你后期自己更换这个液态的导热垫的话，也是一样的，然后把原来的擦掉，把这个上面都均匀的涂抹一下就可以了。散热器的话轻一点放回去。好，然后我们按照1、2、3、4、5、6、7、8把这上面的这个散热器的螺丝给拧回去。接下来再装回去这边的3个固定螺丝，这2个是固定风扇的，这个是风扇跟散热器一起固定的，这里呢是2个螺丝，都装好。好，那剩下的就只有后盖的螺丝了，其他我们都装完了。那再仔细看一下哪里有没装好的。这个机器，尤其是这个风扇的插头你要插好，不然的话到时候不识别很麻烦。其他就没有什么了。这类机器它整体的设计还是比较规整的。你要说哪里的螺丝少了、少装了或者多装了，其实都很明显能可以看出来。你跟后盖的螺丝区分开就行了。比较费劲的是哪些呢？就是那个惠普的暗影精灵3、4、5。
那几代，还有光影精灵3、4、5、6那几代，它那个螺丝种类真的太多了，你就经常搞混。然后出风口这里还有2、3种螺丝规格，我拆了好几次我才知道哪里装哪里的。你要第一次拆的话，你不看我那视频，我估计你是很难能找到这个螺丝装什么位置的。天选3的拆机升级内存硬盘，还有网卡，还有它的清灰以及图龟之的这个演示视频就差不多完成了。在装回去之前，我简单开个机试一下啊。这个机器我已经进了桌面了。好，银色的铁皮这样是已经推到前面的，然后呢，把这个电池的插头往下压，用力往下压，然后再把银色的铁皮推回来。如果推不动，说明你没压到底。好，推回来了。然后呢，咱把这个电池的后盖随便扣一下，那个黑色的贴纸贴这里了，我还没贴啊，一会儿再说。看能不能正常开机。这个天选1代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它是第一次使用这个 AMD 的 U 嘛。就是有时候你拔了电池之后，它开机需要很久，我不知道这个3代有没有这毛病，这大家都是全程看着的，我没有剪掉。开机，啊，指示灯亮了，你看吧，我已经等了很久了，它还是没有开机的，这个指示灯又跳了，啊，现在又重新亮起来了。之前那个1代的时候，拯救者也是用的这个4800的 U， 拯救者的都是拔了电池然后断电。你再插上开机是一次能起来，这个天选的话就起不来。然后这到了这个3代 AMD 的这个版本还是有这个问题。英特尔的那个我没玩过，那个时候叫飞行堡垒8吧，我没玩过，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毛病。你看现在开了，看到了吗？所以如果说你们自己拆机加装那个内存硬盘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不要急着说，哎呦我电脑报销了。不是，这个视频我知道你们看不完了，所以我这段话是给能看完的这些老哥说的。那开了。我也等了很久，连续跳了1次电还跳了2次电，刚才我在回信息没注意。好，没啥问题，进入桌面了。这个天选3的音质真的还可以，真的还可以。它刚才黑字屏是什么情况呢？是我刚开始切换的这个独显直连，然后我进了系统之后是没有电池的状态，我估计它是降刷新率了。好，把机器关机，后盖拿掉之后呢，咱把这个贴纸再贴回去。这个贴纸呢，我为啥要现在再贴呢？因为这个贴纸它刚好挡住了这个电池的插头，你说我不现在贴的话，我要是直接贴上那个电池插头，我不好插，所以我没办法，我只能现在再贴。贴的时候手不要摸到主板的东西，就直接把这几块能粘到双面胶的地方给按一下就完事了。好了，行了，然后再把后盖扣回去。后盖扣的时候先扣这边的卡扣啊，扣下面的，然后再捏上面的，因为下面这一排卡扣是卡的比较紧的。再慢慢往上捏。好，卡扣已经捏完了。另外，这个机器到手之后呢，建议自己加一条 M2 的固态硬盘。如果说你真的对这个网卡感觉到蛋疼了，那你可以按照这个视频换一下网卡，我已经给大家演示过了。其他的话不建议折腾了。装的话你注意啊，由于这个是防脱螺丝，要先把这个先拧下去。好，然后再拧下去这个角的短的螺丝，再把这2个长的螺丝拧回去。好，剩下的螺丝都是一个规格的了，咱把它全部拧回去。好，后盖的螺丝就全部拆完了。那这个机器的升级跟清灰视频也完成了。那如果说大家手里面刚好有机器需要拆机升级或者清灰的话，都可以来小球的小店来看一下。小球的店里分别上架了高中低配的拆机升级以及清灰的套餐，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选择。淘宝搜索小球搞机或者小球的小店可以找到我。视频的话，如果有哪里做的不好或者不对的地方，或者说我的方法并不适合你，那这个我也不能保证我的方法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我只是个普通玩家，我只能按照我自己感觉好拆的这个方式告诉你，你感觉行，你按照我的；如果你感觉不行，你按照你自己的。好的，那这一期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